哎，超越，我觉得这个得分啊，就差一个9分啊，就正好到80。你看看，多好听的数！你看看，现在还可以改吗？超越，请亮出你的打分。哎呀，哎呀，好友加分8分，总分79分。棒，非常高。毕竟第一轮失利了嘛，这一轮又是个人招牌菜的一个比赛，被大家都认可，让我会觉得确实是对我一个很大的一个鼓励也算。因为我是觉得马哥被少爷给 Q 了，然后我们就不想去辱没这个名头，对，让他知道啊，师傅还是师傅。对，目前战列排名第1，差的还挺大的哦。所以说一定得2个都好吃，分才高，不然很容易被队友拖累。上半场差距就这么大，开始了。那我们来关注一下下一轮美味的菜品是什么呢？是什么呢？墨香琉璃冻加金酥沙茶鲜，蒸宝塔肉。宝塔肉是个刀工菜，那应该就是那位先生灯影哥们，灯影哥了，真的拿灯影牛肉做了一个灯笼，一天没睡觉，薄可透光。哦，那他还可以转业做木匠。你现在在搞什么？给它固定一下，然后把那个蒸好其实就可以了。曾老师整个人的形象是偏向传统手艺人的。上一轮他那个灯影牛肉对我也是有非常大的一个冲击力的，牛肉的呈现以及它旁边雕刻的一个建筑的一个呈现，我都是觉得哇，好厉害。啊，我这样说可以吗，曾老师？可以，都可以。你现在还有什么都没搞？我现在慢慢来，我稳得很。现在来时间完全来得及。上次是因为准备不够充分，这次的话准备的还算比较充分，应该没什么大问题。准备了一个宝塔肉，就是我们中餐的功夫菜。我们去挑选猪五花比较精瘦的部分，直角的去片它，从最外面，然后一片片片到最里面，不能有一点点的失误。你要有断的话，你就去重新做一份。做了一个食品雕刻，我搭配上了一个真的宝塔，这个宝塔是我拿芋头去雕刻而成的，用到中国传统江南园林的一些东西，去完美的去配合了我们的宝塔肉，全方位的升级。想努力证明一下自己，花的心思也是非常非常多，不比上次少。我想做一个年轻人更喜欢的一个新名菜，一个创意菜，想把我心目中的一个非常现代的一个冻，还有一个面，以年轻人的一个想法展现给大家看。禾虫冻这个东西，因为它完整性很高，可能真的有些人是接受不了虫类的。我是用了一个龟配棒肉，让大家接受度更高一点，配上了我的一个沙茶面，就很有地方风味的一道菜。哦，来了。来了，到我们了！别这么慢，别推，往前使劲推，推也不能使劲儿。你要不然放桌上我们自己转？可以，不用一个一个来。哇，好香！我这道菜的一个来源呢，主要是来自于一个福建的一个土笋冻。一个是墨香琉璃冻，然后一个是金酥沙茶面。啫喱部分呢，我是用清鸡汤，然后茉莉花，还有一点海鲜汤，然后做成了一个啫喱，不失去它食材的本味。然后一个是金酥沙茶面，来自于福建当地比较有特色的一个美食，里面搭配了很多海鲜、金酥啊、沙茶酱等等，来增加一些口感，就很有地方风味的一道菜。哎呦！沙茶面呢，创意非常好，菜非常高级，跟他的人一样啊，颜值很高啊。没用虫子，没有。OK。那个冻的感觉，胶质感又不强，是那种一戳就破的那种水水的那种冻的感觉。再加上它上面还飘着一些油花的，那个油不香，不是那种香的辣子油。
这个冻和你的辣椒油以及茶香和西施贝这几种是完全割裂出来的。确实有点华而不实，很像就是给拼装了起来就端出去了。完全失败的土笋肉，不知道是什么，太恶心了，这东西吃。他让我以后对土笋肉这东西就心理阴影。冻就真的不要再冻了，只吃那个沙茶面，我觉得就 OK。那个琉璃冻呢，有一点点画蛇添足的味道。我吃到它的时候，我感觉蛮失望的。来喽！哦，来喽！这又是新雕的吗？对的，对的。哇哦！厉害厉害！我的天哪！各位老师好，我叫申亚丽，今天做的是一个宝塔肉。宝塔肉在重要宴会上属于压轴大菜，它层层堆叠，形似宝塔，寓意着步步高升。然后我就自己设计了一个呈现方式，刻一个真的宝塔，加上我们的一个凤凰。凤凰，凤凰。这菜该怎么吃啊？哎，左蓝哥要不要去试一下？蹬着他那个头，然后看他能拉多高？可以，来试一下，从这里开始是吧？对。哇哦！哇！哎，哦，这个宝塔肉啊，整块肉拉出来比我的人还要高很多，可能有2个我了。它这个刀工来讲是回字形的镰刀法，一刀下去过后，它不只是不断，还要那讲厚薄比较均匀，它的刀工扎实，才能够完全呈现。太厉害了，权威，太权威了。这个只要味道不出什么大问题，就是高分了。它里还有笋子。就这个吧，来一点。好好吃哦！而且它的肥肉不腻哦，不腻，好好吃啊，好吃的，再不吃就没了。它这次跟上次的这个灯影牛肉相比，它在口味上面去做了一个非常大的提升，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进步。我们马上为第3组的2位出人投票打分，1+1的组合，2道菜进行评分了。这沙茶面真的还不错，是投给了刀工啊，投刀工啊，我就对，我就投那个刀工。宝塔肉，你只是刀工好，我能找出很多更好吃的。投票结束，第3组出人总分33分。说实话，真的蛮受挫的，因为技术还是不够成熟吧，有一种拖累别人的感觉吧，觉得蛮不好意思的。哎，没事。最好的礼物源于母爱的自护，爱他美顶配领益母源自护菌400倍实证用量，100种结构含 HMO， 长效自护母爱同源。爱他美领益。第4组王鹏，一哥都不能少，金线油塔。又来一个塔。胡新武就是上一轮水盆羊肉的作者。陕西菜。太破了！这个期节目在拍完之后，你把你们陕西的辣子搞火了。陕西文旅到找你一会儿，或者让你做代言人。这么夸张吗？把我说的。我这次带来的也是一个陕西菜肴——金线油塔。制作过程其实还是挺复杂的。我们要用到猪板油，然后跟面粉融合在一起，一层面皮，然后铺一层大油，一层一层盖。盖好被子之后，要给它改一个花刀，在抻的过程中抻一会儿，让它醒一会儿，从外往里一卷。蒸制的时候，我们要铺褥子盖被子，它蒸出来色泽比较润，然后再加上一些料汁在里边，口感还是挺不错的。早想对你起誓。我把葱段一切就没啥事了，然后我给你帮忙。可以啊。
鹏哥属于 I 人吧，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专业，他所有东西做的有条有序。其实作为我来说，我是特别爱说话，也特别爱交朋友的人，我就越爱找那种就像王峰老师这种。我跟陈胜。好，哥哥，可以啊，走吧。你做什么？你做那个高蟹，八宝饭。但我是胃上的嘛，你也是胃上。对啊。对，那就有点麻烦，够呛。你那个是胃上吗？份上。我不是胃上，我就怕我俩都胃上，就很对。我是份上的。我那个其实出餐特别快，简单，光上，就是光上。搞不搞？都可以啊，我无所谓。这个赛段呢，我打算拿出我比较有信心的一道菜吧。这道地峡三吃，在我出国千场晚宴来说，是客人最期待的一道菜。首先，鸽子要整只去骨，八角啊、桂皮啊、香叶啊、草果啊，跟盐去炒制，可以很好的一个去腥增香。再把这个鲍鱼整只的酿在里面，再把它放到那个万能蒸烤箱去吹干。风干完之后呢，要上3次脆皮姜。炸的时候，其实对油温呢也很讲究，不停的用热油去浇在这个鸽子的表面，最后把爆汁打入鸽腿里，这样就能保证外皮脆度的同时一口爆汁。第二桶炒饭是用到了时令的一个蔬菜和鸽子油，给它刮出来，跟大葱啊、姜炼了一个非常香的一个油，加到这个米饭里面去，增加它不同的风味。那第3层呢，鸽子骨炖的一个清汤，作为最后的一个清口的作用嘛。我感觉他一直都在忙，我都不知道他一天在干啥，忙的一会儿给鸽子腿刷浆，一会儿要吹风，吹完风又要拿出来晾，再去吹风，还要去过油炸，低油温再高油温，把那个钢签完这打针。小能武，帮我抽这个签儿先，抽签儿，然后给他戴戒指。还要戴个金戒指，这种仪式感给我绝了。因为它是用油淋过的嘛，所以说我给它套了个小戒指，吃的时候手呢就不会沾到这个油。我之所以想把这道菜呈现出来，也是想我们年轻的厨师，我们是能把在传统的原有基础上，去加一些我们年轻厨师的一些想法以及创意在里边，去呈现出新的东西，所以说才选择了这么一道非常繁琐的一个菜来呈现。那这小能武全程你也没帮让他扇毛是吗？我从头到尾都没帮上他忙，就帮他抬了一个那个塔，还是他一直喊我说快点快点快点。没事，慢点，没事，可以的。慢点慢点慢点扶平他。可以可以，慢点慢点。来了，来了！哦，哇哦，这又一个塔。这圣诞树吧，这个是。这好夸张，我感觉要掉了。有没有安全带？没事没事，老师，我慢慢来，我帮你冻着。我感觉像一大丛金针菇，从我这个角度看不见人。Hello， 哎呀，早知道我就不吃刚刚那2碗米饭了。我的天哪！哦，灵魂辣椒油，你那个要抬过来吗？这个不用，这个是一个大型到金线油塔的一个展示品。到金线油塔也是陕西代表的一个看菜哦，不能吃。说到金线油塔，我们最早做的是一个饼，现在改为塔；最早烙，现在为蒸，也是在烹饪方式跟烹调方法上进行了一个改良。今天小武能武爷带了5款这个汁子，中间是主厨推荐款酸辣汁，然后配的有肉臊子，还有陕西的一个浆水菜、樱桃萝卜。为了咱南方朋友吃的时候可能吃不了辣、吃不了酸，也配了一个自制甜面酱跟一个金蒜酱。吃之前有个小技巧，我们把它拍一拍，然后再抖一抖，抖起形似金线，放下四维塔。哦，这个面看着很小坨，其实还挺多量嘞。是的。哇，这么多。然后加这个灵魂酱汁。是的，我们可以分批去尝每一款酱汁。我的天哪！我的天，好香啊！这个酱，
先来一个，他说这个是他的灵魂嘛，是吧？对。这个甜面酱也好好吃哦。它像饼的口感。哦，对，他们不是那种韧劲儿的。对对对。它跟我们平常吃的面条不太一样，你把它当面也行，你把它当饼也行，这是一种特别神奇的一个口感。哇，那个蒜油出来的时候特别的香。哎，很好吃哎，很好吃哎，加上蒜蓉和这个酱很好吃。哇，这个酱好吃，可以哦。他做了好多的搭配，每一个都有自己的特色，有自己的亮点。就是你吃完一个再吃这个，这个又变了一个味，甚至可以说它本身的这个面食的本味也是很丰富的，很有层次感的。我觉得这个非常好吃，是我从来没有吃过的面食。它这种线缠在一起的时候，然后放进嘴里，你把它嚼开，就感觉跟我的舌头如胶似漆了一般，像做了夫妻一样，非常的顺滑吧。这个口感是我从来没吃到过的。谢谢老师。我想再问一下，你那个辣椒油单卖吗？有配方，然后现场也有铺好，待会儿可以打包带走。等一下，你上次给我的时候说让我买，他让我买，然后给人送。因为这次泼的也比较多，随时咱们可以灌装带走。那我能给我一些吗？可以啊，没问题。也挺勉强的。我觉得它的所有的调味料都特别完美，但是，因为我经常去西安，我要么吃扯面，要么吃宽面，各种那面都很劲道那种，但这个面让我吃的就有点像面坨了以后冷了，但是我又要给它加热了，然后再拿过来，这个可能不是我喜欢吃的那种面的口感。老师，您说的那种面我们叫水煮面，咱今天我带来这种是蒸的面，它放凉之后跟热吃是不一样的，所以我刚说第一时间咱们先要热吃，因为里边有猪板油，它会沁住。对，但是我是第一个吃的，这一上来我就吃了。我又要跟川渝的朋友有反调意见了，我必须要说这个非常好吃。你不要想它是个面，它就很像一个酱香饼。但是它的表现形式是不是面？塞比，看看上面这4个字有面吗？这个两位私下里好好探讨。我们各持己见，但是我们都觉得这道菜很好。对 ，OK， 谢谢老师。我今天是第一次吃这个油塔，因为每一次我都会看到它本身的那个形状会让我误解它的吃法。今天谢谢你能让我第一次尝到这道菜，我是感恩了。我很喜欢，它有油香，油润之后的面香，再加上你配了口感很刺激的栀子，哇，它真的相得益彰。我更喜欢把这个酸辣汁，然后配上那个肉臊子、浆水的咸菜，哇，真的我非常爱这个。他自己一个人鼓了鼓掌。谢谢你能让我今天长这个见识，然后让我下次去的时候可以勇敢大胆的点这道菜。没问题，老师。哇，来了，一哥都不能少。对你这个抱有非常大的期待了，哥哥。哇，感觉要送到宫廷里啊，感觉好古典的感觉。这个也太精致了吧，朋友。哦，这个就是3吃吗？难道？我这道菜呢是一个1夹3层做了3道料理。那第一层呢是用到了鸽子腿里面包的鲍鱼，做了一个鸽吞鲍。然后第2层呢用到了很多时令的时蔬，鸽子油跟鸽胸肉来做了一个炒饭。然后第3层就是用到了鸽骨来炖了一个清汤。大家可以先打开。哦。
要酱有木姜子的味道。尝尝了。哇，这个汁儿开喷泉了，哥。哦，哥哥，我的天！我希望你懂我意思。没问题。材质一般。哦，广东人给到夯，无敌。这个鸽子好，外面是脆皮，里面有非常的香的一股花椒味。太 juicy 了，表哥坐我旁边，我就感觉汁儿要飙他脸上了，就那个 juicy 程度，你一口下，哎，今天就是它了。去腥啊，确实处理的干净，然后呢，味道腌制的也入味，然后包括晾这个皮啊、油淋啊，都做得非常好。焦香味道也好，包括肉的嫩度也好，我觉得特别好，把一只果子做到了物尽其用。王鹏，讨厌死这个人了，怎么这么聪明，这么厉害？看到这种人，我真的会对我自己的这个未来的厨艺生涯有一点点的焦虑。有这么天才的厨师在，我做菜的意义在哪里？然后吃完第一层，我现场给大家来分一个米饭，可以先尝一下本味。吃完原味之后，可以配着中间的那个辣椒酱来吃。这辣酱好吃。吃完第二层，我给你们倒一个用鸽骨炖的一个清汤。哦，哎呀，真完整啊！完全出来。特别是这种现代菜，你要改良的话，有时候很怕，就是为了价值感。就比如说你加可能鲍鱼啊、花椒啊、鱼子酱啊，但是不搭。最怕你那个鲍鱼弄得硬的话，我就觉得哎呀，这个不是鲍鱼，这个是多余了。但刚刚那个咬进去，我觉得是柔和的。谢谢老师。接下来就到了投票环节了。胡新武金线油塔，王鹏一哥都不能少，请投票。非常有信心，必须有。那个鸽腿加上那个鲍鱼，非常完美的一个结合。那个辣酱再加上那个鸽子的汁，再拌饭，非常冲击力强的一道菜。油塔它端上来的时候，然后敲散，打开，别有洞天。我蘸了它配了4个酱汁，从口感到它调配的这个汁子都非常搭配。我要投都好吃。也闭上眼睛就可以投了。他们这2个合的也很好，一个南方，一个北方，一个胖胖的，一个瘦瘦的。投票结束。那么现在呢，我们会公布第4组厨人的基础得分结果。应该80分以上，80分以上，我觉得。这个要拿到第1名了。首先是王鹏的个人得分，王鹏一哥都不能少，6分。那么接下来，胡新武的个人得分，胡新武金线油塔0分。这里分数越低，代表着待会儿分数越高。那么都好吃的得分是都好吃78分。78。第4组厨人总基础得分84分。哇！那我们看看他的好友加分获得多少呢？你们选的谁呀？何老师，是我吗？是的。9分，9分，9分。谢谢老师，谢谢老师。哇！好，我们看一下总分，总分93分。本场最高啊！前4轮过后，王鹏、胡新武总分为93分，暂列第1。就是我感觉出我俩的意料了，没想到这么高，太牛了，很厉害，小人物说得好，做得棒。王鹏也是赞。其实就是我想说的这种状态，因为前天晚上我俩聊那么晚，好，我感觉是值得的。
不要整，再这样我要流眼泪了。默契感很强，我想继续走下去，走到最后。你们的灵魂饭搭子有没有这个灵魂饭搭子？我跟马迪哥吃了一次饭，他很有意思。每道菜端上来放在桌子上那一刻，他嘴就开始了，介绍这个菜的来历，是用什么样的工序做的，什么样的时候吃最好吃，怎么吃，一套真的。然后介绍的我有点懵了，我说是在这儿上过班吗？然后我应该去做大堂经理。对，我也不会写歌，把饭这个背后的故事都给你讲了，不是编，都是真的。真的。对，回头感受一下，讲的可好了。这个我觉得就是黄金的饭搭子。我们饭搭子，肯定我们10个人当中，有几个是比较爱出门吃饭的，比如说，陆卓、小童、一博、我弟弟王一恒，我们都会就是收工后转场，我们就会去找当地的吃的啊，或者去怎么样。明白。我平时就是跟吃货陈赫那种我觉得吃饭是非常非常的像样，因为大家都会很饱很饱继续吃，很饱很饱继续吃。我觉得我会在家找一个我喜欢的音乐，配上一起来享用这道美食。哦，你是吃独食？我相当喜欢吃独食。那嫂子也不行。哎呀，那个祖蓝哥，我的灵魂饭搭子是我老婆。就是其实所谓的陪你一块吃饭的灵魂饭搭子，也就是能够分享你情绪的人，因为你的快乐而快乐，能够分担你的悲伤，这样的人。所以你是恋爱脑吗？我哪知道，我又没恋爱。哦，那你就说嘛。我觉得最重要的灵魂饭搭子是我们在一起吃饭的时候，我们能够就坐在饭桌上，一句话都不说，我都觉得非常的舒服。我觉得其实饭搭子不一定是个人，我可以看一部剧，看一个电影，或者听一个播客，只要我在这个吃饭的过程里是让我能身心愉悦的，我觉得都可以称之为是饭搭子。哦。尝人间百味，酸甜苦辣，江中妥妥干饭好搭子。饭后嚼一嚼，尽享美食，更是治愈心情的暖心陪伴。好好干饭，好好生活。好，那我们直接看一下下一道菜吧。金脆葱烧猪手八珍饭，这个应该是高光的碳水时光了。香味三绝一锅端，我就很明显知道是啥。我也知道是啥。跟上次一样哦，高晨就是上次做那个电饭煲的那个。对。然后我的菜名是叫五马南追。我做的是小龙虾一锅煲，就把湖南的一些特色的小吃就放在一起。对于我来说，我选择满厨是因为我的菜刚好是辣的，吃完辣的菜，然后他吃他的米饭又可以解腻，可以互相搭配的很好。我带来的这道菜呢叫金脆葱烧猪肘八珍饭，我会精心去挑选山东的就是8种元素，融入到里面去配这个猪肘。鲁菜嘛，讲究一个创新不忘本，传承不守旧嘛。它也可以用一个新的方式去呈现，让大众更能容易接受这个鲁菜。我做的是小龙虾一锅煲，在一锅里面就把湖南的一些特色的小吃就放在一起，让大家吃得更满足。两两联手，让食客既能吃到长沙的风味，又能领略到鲁菜的一个技法呈现啊。他的经验非常丰富，就是我感觉他给我的感觉就是那种宗师的感觉。我就想跟他能够多学一些中餐的烹饪技法。你尝尝这个味道。当时心情可能说就这么突然一颤，就感觉哎呦坏了。你那个龙虾我尝的有点辣啊，那不是有点辣是吧？你去尝一下。是有点辣，够辣。但可能吃这样子辣，我不知道它会入味。如果入味的话，就真的对啊，有点辣。既然发现问题了，我们就是2个人去协商怎么去调整。
过一遍。把这个汤拿出来，加高汤卸行，明白吗？我觉得这个辣度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就这个辣度吧。还辣呢？可以。我先把龙虾我这样给你弄了哈。可以。你中间还需要来个东西把它给沿着给岔开。那我就加个黄瓜吧。OK。我想就是我多给蒜蓉。不，你一定要给汤汁，尽量不让他看到这小料，因为看起来的话他会很乱的那种感觉。明白。天啊，他可太厉害了！他只是稍微做了一些改动，我就觉得哎，还是上了一些档次的。就感觉我们是一个团队，我们需要去互帮互助。我把什么黄瓜给你烫了啊？可以啊，稍微烫一下就好了。对呀，不要太熟。转身就好了。臭豆腐，对吧？可以啊。好的吧？可以。好 ，OK。我们要在最快的时间做最好吃的菜，让食客们呢能亲手尝到我们最有温度的菜，所以我们就决定同时出差了。满叔来。哇！哦，小龙虾一锅炖 ，Come on！ 哦，两个人一起。哦，特别好。这两个是一起上的吗？哦，两个才齐上了。对啊，很好。那太好了。我看到我最爱的臭豆腐。你们这已经加1分了，我跟你说。对，我们这时间谁做得好，要抢先加分。先加1分。各位老师好，我们是高朋满座组合。哦，写了组合名。对。因为我姓高，然后我姓满。对。然后我们有个口号就是差不了。爸的门。爸的门。对，咱们的饭呢要趁热吃，我呢就是现场操作，给大家去讲解这道菜，可以吧？好，可以。这道菜呢，它的名字叫金脆葱烧猪肘八珍饭。你这顶满了，直接。对。这个猪手呢，选择的是一个莱芜的黑猪手，它以传统鲁菜葱烧的技法烧制而成。它的主要的口感呢，就是软糯脱骨，葱香浓郁。这一层呢是选用了山东的8种食材，就是有潍坊的萝卜皮、临沂的春笋、长岛的鲜贝丁、海胆、泰山的油松子、长岛的海参、潍坊的茼蒿、潍坊的一个香葱。这一层呢是选择了咱们山东东营的黄河口大米，口感比较筋道一点。然后这个呢就是咱们拌饭的汁水，因为它哇，哎呦我的天哪！哦，哇，还有锅巴！看着，哎呦我天哪！哇，我看到海胆了。提问，这个酱汁里面放糖了吗？稍微会有一点点甜。Yes。因为海胆它本身就自带甜味，所以说我把汁水的甜味给降低了一下。我感觉这道菜竞技感好强啊！竞技感好强，它可以打所有的一切。给我们盛猪手，把那个后面米饭都给何浩南。我是什么饭桶啊？我现在你的认知已经是大胃王了。哎，那小何给我们分享一下猪脚跟猪手的区别。其实很简单啊，哥你站起来。如果现在形容一头猪啊，它现在踩在地上的部分就是猪脚，它现在踩在地上的部分就是猪脚。那咱俩的猪脚是，对不起，开玩笑。我觉得开玩笑，只要有梦想，每个人都自己生活的主角。Nice。干啥？干啥？我说的挺了不起的。后提就是那个猪脚，前提就是猪手。哦，猪还分手脚啊？猪分手脚的吗？就前提后提嘛。啊，我以为是一样的。他们的用法都不太一样。后提的骨头多一点，适合炖汤；猪手就是适合红烧，适合做
猪蹄嘛，对吧？因为它不腥，它的口感呢比较好一点。我以为猪手是这儿，猪脚是这儿。没有，这是分前后的。嗯。这饭真好吃，饭好吃。好厚重的味儿，就是有种能吃出一些底蕴的感觉。这比一般的海上捞饭好吃他姥姥家去了。啊，这个太香了，一点不腻，入口即化。这个猪脚太好吃了吧！连骨头你嗦一下都是那个香味。然后下面这个饭焦焦的，然后上面有一点烤的，哎呀，真的太赞了！哇，太好吃了，好满足啊！它那个饭里面不仅有海参，还有海胆，那就是惊喜中的惊喜，在我看来就是无可挑剔。满哥这么狠的吗？我跟你说好，我想退赛了，我就来吃饭了，我退赛了。这个单打，真的很难被打得过。汉堡，他不讲道理啊，因为他不讲道理啊，他不跟你讲什么层次啊，他就是好吃啊，老子就一锅饭的话，你就死吧你！太厉害了，满哥，太厉害了，太厉害了，太厉害了！满哥太猛了，打满了满哥。拉爆了哦，不汉堡了，拉爆了，到底懂不懂流行词语啊？他晕太了，晕了，汉堡。这个菜每一个食材都体验到你的家乡里面一些很优质的食材，糅合的非常好。然后你最终决定，我就不要一味一味了，我就一锅。我反而觉得特别棒，这个就应该是有时候中餐需要保留的那种文化。今天我会选这个是第1名。谢了他，真的是左蓝哥今天最高评价了，很好，很好吃。我真的最想打包的是这个今天。关键就是那种厚重的感觉，就是那种朴实无华，但是你要是真吃的话，就还是动画片举例子，你就感觉你自己张开双手在转圈，周围就萦绕着什么海胆啊、就是各种里边食材在围着旋转那个。你这么说，它都已经不是朴实无华了，怎么会朴实无华？你错了，我们看着一盆饭，它开盖饭看起来朴实无华，但是内里的内容物却是华丽的，朴实但升华了。我真的没有在别的地方吃过这种搭配。我觉得山东菜就是这个，我山东人嘛，这太棒了，太棒了。当时也比较欣慰吧，自己的料理就是以鲁菜的方式去体现，能让艺人老师被接受，感觉自己研究这道菜啊，包括出品啊、口味各方面也是值了。我的菜品叫香味3绝一锅端，它是我用来招待我朋友最多次数的一道菜。这道菜集合了湖南3大顶流小龙虾、臭豆腐，还有来自常德的酱板鸭。我自己熬制了一个紫苏酱，就是用紫苏、大蒜、姜末，然后加了我们的家乐的香辣酱去炒它们。小龙虾先过油炸，让它的那个虾壳微微的起酥，这样子我在煨煮它的时候，它能够入味，但是又能保证它的那个口感。其次就是臭豆腐，臭豆腐我是炸了2次，就是为了让更脆一点。酱板鸭单独把这个卤鸭先拿出来，用我们永州的茶油先浸泡。那我在炒的时候，我就加了一半的浸泡过后的鸭油、雪巴，糯米香会比较重。然后我底下垫了水果黄瓜，比较减辣，比较清爽。先试臭豆腐。
我稍微有一个小疑惑啊，会不会这3个混在一块儿，就会导致每一个都没有达到自己最好的状态呢？我觉得我没有吃到各一个是一个的，只是放在一起做了，我有一点点这种感觉，拎不出重点。它这个有一点，我觉得对，就是都有点混成一锅粥的感觉。特别是刚刚说的紫苏，本来你想就是蛮特色的一件事情嘛，但结果我吃的时候也没有吃到特别吃出来。还有一点，我跟超越都发现臭豆腐没有那么入味儿，就是臭豆腐跟这个黑色的东西就是只有辣味儿，没有什么盐味儿，也没有什么香味儿。好，那咱们先打分。紧张的时候来了啊！高纯的香味3绝1锅端，满长寿的金脆葱烧猪手八珍饭，请开始投票。我觉得满厨是不愧于宗门2个字，他对鲁菜的传承是我觉得尝过菜之后觉得他是最用心的。不用想，可能小龙虾它汤汁儿的那个味道，可能就已经盖过了原本的臭豆腐的臭味。我觉得这个一般，我也觉得一般。我觉得这饭跟那个比的完全比不了。对，那我会选这个饭，这个饭更好吃。对，我们首先看看满长硕的个人得分是：满长硕金脆葱烧猪手八珍饭，22分。哇，22分。高纯香味3绝1锅端0分。啊，完了，都好吃的分数是多少呢？都好吃30分，有10位食客选择了都好吃。52，觉得还行，其实还行。大家的这个口味还是很真实的。哦，所以2位老师选择的好友助力是吕岩老师。哦，是我吗？对，吕岩老师。注意喽，你写的几啊？应该是10吧。来，3、2、1。9哦，香味的这个菜，我本身其实想要给它打的是6分，因为我觉得它是一个及格的小龙虾、及格的臭豆腐和及格的酱板鸭，凑在一块儿也只是个及格。但是它本身有一个破题在，我可以选择很多东西，但是我选择了真实的我的好友来到这儿，我会为他做的这么一个菜，此乃加1分。然后还有就是它这个搭配就是太完美了，就这几种都是晚上你最馋的时候想吃的，这样的一个合作一个配合天衣无缝，这样的话7、8分。为什么打9分呢？因为我给到这个米饭的分是10分，我觉得它真的非常优秀。谢谢老师。第5组厨人总基础得分52分，好友加分9分，总分61分。恭喜你们，你们现在可以入席了。谢谢。我会觉得还是给我的队友稍微有拖一点后腿，因为我个人就是对我的那个出餐，我还是会觉得他可以做得更好，我们的分数可以更高一些的。Sorry， 没有，哎呀，没事啊，真的，我们很喜欢，我们都很喜欢，没事啊，还是很高的，第3高了吧？就证明着要进入，有些待定了，有待定的，待定出现了啊！在我们入席名单当中，处于最后1名的吕康、申雅丽，抱歉，你们直接进入待定离席区，请回到你们的宗门休息室。走了。哎，回到了开始的地方。哎，变了，一切都变了。我们第5还有3组，我们进行下一组，看下一组我们吃什么？烧香三弄，谭全俊，他上次就做的本帮菜，对他前2期都很好。上回陈师傅做了个最复杂、最难工艺的一个烤法的。他上一轮这2个老师的作品都是我们会记得的，很好吃的作品。我们现在分数差的可挺大的啊，师傅。交给我好吧，相信我好吧。你是最厉害的，相信我好吧。因为我也是上海本地人，所以我今天做了一个菜的题名，叫做“上海本帮的一天”。这道菜对于我来说是非常契合这个主题的。经验，我觉得那个都如。还好有谭师傅，多亏他，我们宗门呢扳回来一局。这个一般来讲，年轻人都不太会做。
可了得的功夫，那不是一下半下可以形成的。如果是我们2个人的话，陈师傅只要把自己的优点给发挥好，我把我的优点给发挥好就可以了。就我们不需要去太担心对方会什么地方会做错，这是一个很稳的一个选项。对，我们就是配合起来非常的效率非常高。他们2个的这种大师风范都非常的明确，甚至很多地方我是不会做不到的，像那个烧卤猪啊，跟谭师傅的一些创意，他们俩就是拿第一。我拿出了招牌菜的一部分。这道菜的名字其实叫糟香3弄，一鱼3吃，一糟3味。烟熏的冷糟，再加上炭烤的一个黄鱼，还有就是我们炸的小黄鱼，但是带的是一个糟的一个酱汁，就是油炸的口感，有点我们上海人经常会吃的那种鲍鱼酱汁那种感觉。随后第3糟的话就是糟溜鱼片这种一个演变的一个东西，下面垫的是一个黄鱼和鸡汤的一个炖段，上面我淋上了一层就是比较厚实的一个糟卤的风味的一个酱汁。快！你帮我鱼放上去吧。你那个烤箱的可以出来了吗？可以了。我来拿。帮我换一个200度。你一出去我就开始烤。30分钟吧。不用调时间。好。做了一个鸡肉本身它非常容易入味的，不能提前腌，那么我就现腌1个小时后放进烤箱烤20分钟，时间必须把控精准。它是蒸，我要烤，所以肯定要无缝衔接的要转换这个温度。我的肉呢？不是，得放进去了啊！你不是说放进去吗？哦，你要挂是吧？对，烤多久了？5分钟。你要放这个是吧？不是。这个鸡肉腌的过程中就先放进去烤了，这个餐就会达不到想要的效果。出来之后立马尝试的那个酱汁的温度，还是受热不是很透，所以我就把整个酱汁全部先搅匀，所有的鸡都放到这个温度比较低的去冷却一下。对，做了这样的一个补救措施。陈师傅可能和我说，谭师傅你要把那个烤箱设定一下温度，但是我理解的成是 OK， 他设定好温度之后要把鸡肉直接放进去。